我攒了10几年买了套限价房，楼下化粪池把孩子熏吐了，污水淹了车位，老人在地库摔了一跤，去找物业说不归他们管，去找超市经理，他抬着下巴，地库不是你们的，没资格拦，我把那口气咽了，行听你的。他以为我怂了，转身把照片、录音、批文、时间线整理好，发进业主群12345，打了联名，签了200多户。协调会上赵国强还在跟我说依法依规，我把批文推过去，备案3月，施工2月，先干后补，还是拿旧手续糊弄人。他脸色变了，录音一放，那句地库不是你们的在全场炸响。赵国强亲手写下整改承诺，手都在抖。散会后听说他在车里坐了很久没发动。王海涛，你今天敢动这钻机试试？化粪池修到我们楼下，还想趁我们不在偷偷开工，做梦！工人全停了电钻，没想地库先炸了锅。老孙头在后头连铁青，我家车位就在旁边，昨晚那味儿熏得我老伴一路咳，你们还挖？小李2口子直接冲上去拍围挡，谁批的？把人叫出来，别拿几个干活的挡枪。白衬衫翻了个眼，我是超市经理王海涛，手续齐全，施工合法。这地库不是你们想拦就能拦的。你再说一遍，什么叫不是我们的？王海涛抬着下巴，地下产权是谁的？你们搞清楚了吗？买了套房就真以为整栋楼都归你们了？你们住你们的，超市经营超市的，互不影响。我气笑了，互不影响。你去那口井边上闻闻，再把这4个字说出来。把手机举到他面前，照片一张张翻，污水印子黑黄一片，井盖边全是湿的，蚊子乱飞。小李媳妇昨天的白血，鞋底蹭上污渍，刷了半天没刷掉。王海涛看都不看，照片能说明什么？有问题找物业，找开发商，别找我。老孙头当场骂开了，你倒会甩，池子是你们要做的，味儿是你们放的，污水往我们车位流，不找你找谁？工人小声问经理还开不开工？出了事儿我负责。直接往钻机前一站，你负个屁！今天敢开工我就报警，强行施工危害业主安全。王海涛脸一沉，你别在这撒泼撒泼！我攒了10几年买了这套房，车位就在下面，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要建化粪池，现在说我撒泼，你当我是死人吗？围观的业主越聚越多，有人捂鼻子，有人录像。这时候人群里有个声音冒出来，建国算了吧，这种事闹了也没用，人家有手续，咱们能怎样？是3楼的老赵，平时见面还打招呼的。我转过头看他，老赵，你家孩子多大了？5岁，天天从地库走吗？他没说话。你觉得一个5岁的孩子每天从化粪池旁边走，闻着那味儿，算谁的事？老赵低下头没再说话。旁边有人接了一句，就是不闹能怎样？忍着，转头就走。行，非要开工是吧？那我去物业。老孙头跟上，我也去。今天谁也别想躲。物业办公室在1楼，门没敲直接推开。马燕坐在里头吹空调，见我进来脸马上拉下来了。我一巴掌拍在他桌上。马燕地库挖化粪池，你不知道？马燕眨了眨眼，这是商业那边的配套调整，我们物业只是配合执行，少拿这个搪塞我。图纸呢？批文呢？备案的拿出来。陈哥你别激动，都是合规的，合规你倒是给我看啊。文件不在我这儿，在哪儿？开发商那边。你不是物业经理吗？这么大的事你连份文件都没有？他脸有点挂不住了。我们只是服务单位，不是产权单位。老孙头在旁边扯着嗓子，平时收物业费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只是服务单位？电梯坏了让我们等，灯不亮让我们忍，车被蹭了让我们自己报警，现在化粪池挖到楼下了，又说只是服务单位。办公室外头围满了人。马燕急了，压低声音，大家冷静点，这种事闹起来对谁都不好。对谁不好？对你们不好吧？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？超市出地，开发商点头，你们帮着挡业主是不是？陈建国你说话要负责任，我今天就负这个责。手机往桌上一放，开录音，来，你再说一遍，说这事跟物业没关系，等会我发业主群，让大家听听你这个经理怎么装死。马燕脸色一变，你录什么音？有话好好说，我跟你好好说半天了，你给我看一张纸了吗？你们总得给我们时间吧，给你们时间往里埋屎坑。声音压低了，反而更有力。今天你要么把手续拿出来，要么跟我去地库，当着所有业主的面说清楚，这化粪池谁批的，建在哪儿，出了事谁负责？马燕干笑2声，眼神往门外飘，何必呢？大家都在一个小区，谁跟你邻里邻居？你拿工资替谁说话你自己清楚。我直接站了起来，行，你不拿是吧？我现在就打12345，再去街道，我看看这化粪池是不是见不得光。一听12345，马燕彻底坐不住了，陈哥，你别把事情搞大，已经大了，你们挖的时候怎么不怕大？当天中午地库照片、视频、录音全发进了业主大群，群里补了一句，谁家车位在2层，谁家老人孩子常走地库，自己看着办。今天是臭，明天漏了流到你家车边上，别怪我没说。群里炸了，什么化粪池在我们楼下？我就说最近地库怎么有臭味？物业死了吗？这么大的事都不通知，限价房业主就活该受这气。有人开始转发，先是转到了几个本地业主维权群，然后不知道谁截了图发到了本地论坛，帖子标题就8个字，限价房楼下要建化粪池。评论区当天就炸了300多条，还有人把视频剪了发到短视频平台，当天晚上播放量破了10万，评论里有一条顶到了最高。这种事每个小区都有，只是大多数人忍了，点赞2万多。就在这时候，马燕在业主群里发了条通知，物业近期正在协调处理，请大家理性表达诉求，不要传播未经核实的信息。我看到就回他，你把这些发出来，我自然就理性。他不吭声了，我又补一句，发不出来就少装。群里一片对支持，但也有人开始动摇了。一个叫2楼张哥的业主发语音说他刚接到物业电话，物业说这事已经在处理，让大家别跟着闹，免得影响小区形象，以后卖房也不好卖。群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有人说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我没急着回，等了1分钟发了条消息，2楼张哥，你家车位在几层？地下1层，那你离化粪池最近，你觉得你家车位以后值钱还是不值钱？沉默了一会儿，那还是得管。对，所以别被他们几句话糊弄了，他们最怕的就是咱们散。群里又活了，12345打了，街道和社区电话也都打了，公示栏去看了一遍，什么都没有。晚上王海涛又带人下来，想趁天黑继续干，这次不是我一个人了，业主来了20多个。老孙头把折叠椅搬到施工点门口，一屁股坐下来，今天我看谁敢开工。王海涛火了，你们这是聚众闹事。老孙头
比他还冲，你少扣帽子！你在业主楼下搞排污才叫闹事。小李媳妇抱着孩子站一边，眼圈红的。昨晚我孩子吐了2次，今天医生说嗓子都刺激到了，你们谁负责？王海涛又来那套，跟我们施工没关系，家长别什么都赖别人。没跟他废话，直接开直播，大家看清楚，这就是我们小区超市经理王海涛。业主问手续没有，孩子被熏吐了，他说没关系，现在还想强行开工。王海涛脸一黑，伸手来挡手机，往后一步，声音冷下来，你碰一下试试。老孙头立马接上，大家都拍，都给他拍清楚，几十个手机举起来，直播间这时候已经有3000多人在看，弹幕刷得很快。这经理真的嚣张，手续齐全那拿出来啊，支持业主。王海涛大概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看着，脸上的横劲儿明显少了一截，转身就走，留下一句明天见，把这句话记死了。越是嘴硬的人，越怕被打脸。第二天一早，老孙头电话打过来，声音全是慌，建国，你快来，地库反水了，全是污水，拎着包就往回跑。刚下到地库，那股味冲得差点当场吐出来，污水从施工区往车位区漫，黑黄一片。吴大爷站在边上气得直抖，我车刚洗的，刚洗的。老孙头扯着嗓子骂工人，谁让你们动的？王海涛这会儿也到了，还在强撑，别围着，先处理，先处理，处理个屁！老孙头骂得比谁都响，你昨天还说不影响，今天污水都流出来了。手机一直拍，越拍越沉。王海涛，这就是你嘴里所谓的合法施工？吴大爷年纪大，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，刚要去扶，旁边一个工人慌慌张张往后退，胳膊撞到吴大爷，吴大爷哎呦一声直接坐地上了，整个地库炸了，撞人了，快报警！别让他们跑！冲过去扶住吴大爷，转头盯住王海涛，你今天别想走，人是你们弄倒的，污水是你们漏的，你再给我说一句合法试试！王海涛怔着，你松手，这是限制人身自由！老孙头一把堵住路，谁都别动，等警察来！地库乱成一团，有人拍视频，有人打120，有人报警。马燕这时候才姗姗来迟，踩着高跟鞋进来，先皱了皱眉，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没说话，手机对准他继续录，他立刻摆手，陈哥这个具体原因还得查，还查，老人都摔了，车位都淹了，你们物业今天必须给个说法！吴大爷疼得直喘气，还不忘骂，黑心啊，真黑心啊！买个房还买出屎来了！这句话被人录下来发到网上，当天下午播放量又涨了一波。急救车来了，把吴大爷抬上去，我跟着跑出地库，在楼道口碰见了吴大爷的老伴，70多岁的老太太拄着拐站在那儿等，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是听说老头子摔了，就一个人慢慢走下来，见到担架，她没哭，就是一直喊老头子老头子，声音很小，像是怕吵到他。我站在旁边没说话，那一刻什么愤怒什么策略全没了，就是觉得这两个老人掏空了一辈子的积蓄买了套房，图的就是个安稳，结果连地库都走不安生。警察和急救车来了，现场总算稳住，吴大爷被送去医院做笔录，一句一句说清楚。前天发现臭味，昨天业主阻止施工，物业不出手续，今天污水外溢，老人被撞倒，我们要求停工，查手续查批文查设计变更。警察问完我，又去问王海涛，他口气没那么横了，但还在撑，我们是依法施工，就是个意外，谁也不想出这事儿。我当场就对，意外你前一天还说不影响居民，第二天就流到业主车位上，这叫意外，这叫你们瞎搞，街道坐不住了。当天下午通知，第二天召开临时协调会。就在协调会前一晚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，对方没报名字，声音压得很低，陈建国是吧？我劝你明天别去了，这事闹大了对你没好处，你在这小区还住着呢，以后的事多着呢。我没说话，等他说完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挂了电话，截了图发进业主群，有人打电话威胁我，让我明天别去协调会，大家看看他们现在慌成什么样了，群里炸了，这是恐吓，可以报警。建国哥你去，我们都去。老孙头发了条语音，声音很稳，建国，明天我第一个到。那天晚上我在业主群里发了一长段，我陈建国今天把这件事说清楚，化粪池这事不是谁家一辆车的问题，是整栋楼都闻臭的问题，车位只售不租，不是谁有钱谁买的问题，是大家以后还能不能正常过日子的问题，业委会卡住，不是谁懂不懂法的问题，是以后咱们还要不要一直被牵着鼻子走的问题。我现在手里有照片有录音有批文时间线，谁愿意一起维权私聊我？谁家受过臭味影响，车位被污水淹过，老人孩子身体不舒服，也都跟我说，别再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，今天忍化粪池，明天就能忍别的。这段话一发出去，群里一下子就炸开了，平时装死的都冒泡了。我报名，我家老人有鼻炎，这几天一直咳，我车位就在边上，污水照片我也有，连一楼一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老大爷都发语音，欺负人还没完了，我也去签名。那一晚上手机没停过。第二天我和老孙头、小李挨楼敲门，不讲大道理就问最实在的，你家现在有车吗？没车，以后有没有可能有？那谁知道？那他们把车位捂着不放，卖高价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有。地库臭不臭？臭。那签不签？签，就这么简单。有一户是个老太太，开门看了我们半天，说她儿子不在家，不知道能不能签。老孙头说大娘你住这儿，你就有资格签。老太太想了想，接过笔签了。还有一户男的开门一脸不耐烦，说这种事闹了也没用。我没跟他争，只说了一句，你家车位在几层？地下2层。那你离化粪池最近。他愣了一下，把门关上了。过了5分钟门又开了，给我看看在哪签。没3天联名表就厚厚一摞，237户。我把所有材料分门别类整理好，照片一组，录音一组，批文时间线一组，车位销售公告一组，吴大爷医院诊断和报警回执一组，再把相关法条抄进手机备忘录，不是为了显摆，就是为了到时候谁再装糊弄，能当场把话对回去。弄完已经快凌晨2点，窗外小区很安静，地库那边的灯还亮着，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，但我知道明天的会我不会输。第二天协调会，王海涛把一叠纸往桌上一放，手续齐全，完全符合流程。开发商副总赵国强也到了，这人我见过2次，每次都笑眯眯的，说话不紧不慢，可我一看他就知道这人最滑。马燕不敢开口，他先接了话，陈先生，各位业主，事情还是要依法依规看，地下商业配套和排污设施属于整体规划，不是哪个人拍脑袋决定的，这次出现外溢，我们会督促整改。说的还真像那么回事，不少业主一听依法依规有点发懵，何主任坐中间跟着劝大家先冷静，别情绪化，没吭声，先把那几张手续拿过来看，越看越清楚，批文上写的是地下1层配套
套调整，可施工挖井漏污的地方在地下2层，把那纸往桌上一放。赵总，你跟我说依法依规，这批的是哪一层？赵国强眼皮一跳，这是整体项目，实际施工会有联动，少跟我说联动，这里写的清清楚楚，地下1层，你们挖到地下2层，算谁批的？王海涛插嘴，技术实施有调整很正常，正常你倒是拿调整后的批文啊，翻后面几页，备案时间3月，现场施工照片2月，先干后补还是拿旧手续糊弄人？不光业主愣住了，连何主任脸色都变了。赵国强还想圆，具体时间线可能存在内部流转误差。老孙头拍桌子了，误差个屁！你拿我们当傻子呢？你们最会说依法依规，行，那今天咱们就别糊弄，你给我说清楚3件事：化粪池为什么放到业主楼下？为什么不提前公示？为什么出了问题还不停工？第二，外溢污水和老人受伤，谁负责怎么赔？第三，这地库到底谁说了算？是不是你们想怎么改就怎么改？业主连知情权都没有。王海涛又想拿手续压人，我们有证，直接把手机一开，放录音，他昨天在地库说的那句话出来了，地库不是你们的，你们没资格拦，全场炸了。老孙头站起来就骂，听见没有？这就是他们对业主说的话，逼着王海涛回答，污水是不是他们出来的？他憋了半天，是。会议室里有人骂，终于认了，转头对准赵国强，车位只卖不租，一个20万，空着一大片，业主天天抢地面位，你们到底卖给谁？车位属于开发商合法产权，具体销售方式产权我知道，住宅小区配建车位，先满足业主需要，这话你懂不懂？把手机里的照片投到屏幕上，一张是空着一大片的地下车位，一张是地面临停挤的乱七八糟，一张是销售价格公告，车位不是没有，是他捂着，不是买不起，是故意抬高价格，还只卖不租，你们这是在解决停车问题，还是在拿车位赚钱？台下立马有人接，就是限价房业主不是韭菜。赵国强脸色没那么稳了，价格是市场行为。老孙头一拳砸桌上，你少来市场行为，你在限价房小区跟老百姓玩市场，你脸呢？还有业委会，我们1000多户想成立业委会，结果一直卡在地下面积认定上。赵总，这地下产权你们拿着，就为了让业主永远说不上话，是不是？赵国强开始装无辜，业委会成立是依法依规进行，我们从未阻挠，没阻挠。那你们公开过地下专有面积构成吗？公开过车位总数、销售数、空置数、全属边界吗？没有吧？嘴上说不阻挠，手里捏着关键数据却不表态，这不叫阻挠叫什么？今天当着所有业主和街道的面表个态，你们配不配合业委会程序？敢不敢公开相关信息？赵国强嘴角抽了一下，半天没憋出话，我立马转头盯住王海涛，还有你，化粪池的事没完，今天你不给吴大爷道歉，就别想走。老孙头站起来喊道歉，必须道歉，后排跟着喊道歉，整改，公开，场面失控了。何主任转头看向赵国强，赵总，大家情绪这么大，你们得拿出诚意。赵国强沉默了几秒，关于地库排污设施，我们同意暂停现有方案，重新评估选址和排污路径，整改完成验收达标前，相关设施一律停止使用。台下有人拍手，盯着他写下来。赵国强一愣，大家都在场，我既然这么说了，就不会反悔。写，他脸色很难看，但还是接过了笔。车位呢？车位销售政策我们会重新研究，在优先保障业主停车需求的前提下，讨论租售并举和价格调整方案。写，业委会呢？我们愿意配合街道社区，依法提供相关资料，推进业委会成立。继续写，全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，以前高高在上的赵副总，这会儿像个被逼着写检讨的学生。等他写完，只盯着纸上的字，看清楚了才算松了口气。有人把协调会的视频片段发到了网上，就是赵国强低着头一条一条往纸上写那段，配了一行字：开发商副总当场手写整改承诺，播放量当天破了50万。评论区里有人说，这才叫维权，不是哭就是闹，是拿证据说话。会后很多业主围过来，建国，今天你可太厉害了。赵老狐狸总算低头了，我摆摆手，先别高兴太早，嘴上低头最便宜，真改才算数。协调会结束后第2天，赵国强没有直接找我，他找了何主任。何主任打电话过来，说话很客气，但意思很明白。陈先生，赵总那边说，这次的事他们认了，整改也会做，但希望你能把网上那些帖子和视频撤掉，说对小区形象不好，以后大家的房子也不好卖。我听完没急着回答，何主任，你觉得是谁让小区形象不好的？何主任沉默了一下，陈先生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事情已经在往好的方向走了，往好的方向走，是因为我们闹了，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。何主任，我没有义务替他们擦屁股，他们做了什么？网上说的都是事实，事实有什么不能发的？挂了电话，当天晚上，赵国强又让人找到了小李，说只要我们把网上的东西撤了，车位可以优先给参与维权的业主，价格还能再谈。我听完笑了，他们现在开始谈条件了，说明他们怕了。那我们撤吗？不撤，撤了就是认输，而且今天答应撤，明天他们缓过劲来，整改的事就黄了。把这件事也发进了业主群，开发商想用车位优惠换我们撤帖子，大家觉得该怎么办？群里几乎是一边倒，不撤，撤了就是被收买，先整改，整改完了再说别的。只有一个人说，要不先撤了，等整改完再发。老孙头直接回他，你是拖吧？群里哄堂大笑，那个人再没说话，果然没2天他们就想拖。超市那边说在整改，可整改方案没公示，施工进度没说明，气味监测也没有。开发商那边嘴上说在研究车位方案，公告栏上还是屁都没有。物业群里继续发，正在积极推进。这帮人想拖，拖到大家没劲了，拖到新的事把旧事盖过去。可他们忘了，我最不怕的就是钉。转头我就建了个群，名字就叫整改钉死群。老孙头第一个进来，这名好我喜欢。群里立规矩，谁路过地库就拍一张，谁看到公告栏更新就发，谁接到物业电话就录音，别嫌麻烦。他们最盼着咱们散。从那天起天天盯，上午出门顺路下地库拍2张，下午老孙头遛弯再去转一圈，小李晚上下班顺便看看那股味还有没有。工人被问烦了，有次小声嘀咕，我们也是拿钱干活。点头，我不为难你，你就告诉我今天是不是按新的整改方案施工的？工人左右看看，低声说，听说原来的池子要封，另外改管线，立刻记下来发群里，有进展但没公示继续盯。第4天出事了，早上老孙头发来一张照片，公示栏上贴了张新通知，说整改方案已经确定，排污管线改道，预计2
2周内完工，看起来是好事。可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半天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下午亲自去看了一遍，新方案里排污管线改道的位置绕了一圈，最终出口还是在地下2层，只是换了个方向，离业主车位稍微远了一点点，臭味问题根本没解决。把这个发进群里，配了一张标注好的示意图，大家看他们换了个方向，但出口还是在地库里，这不叫整改，这叫换个地方继续埋。群里又炸了，当天就把新方案和原来的承诺书对比截图发给了街道，同时抄送了12345，还把这个发到了网上，配了一句话：开发商的整改方案出来了，大家来看看，这叫整改还是叫糊弄？这条帖子被顶上了本地热搜，转发量破了1万。赵国强那边坐不住了，第2天何主任打电话过来，说开发商那边愿意重新谈，让我别再往网上发了。何主任，我发的都是事实，有什么不能发的？挂了电话，继续盯。没过几天，小李媳妇发了条消息，刚才路过公示栏，那张整改方案通知不见了。我放下筷子下楼，公示栏空了，旁边贴着一张新的，说相关方案正在进一步优化，原通知作废，没有日期，没有盖章，就一张白纸打印的，拍下来发群里大家看。整改方案通知被撕了，换了张没有任何效力的白纸。没急着投诉，先去调了地库入口的监控，物业说监控坏了，坏了多久了？马燕说这2天刚坏的，真巧，没再说话。转身去找了楼道里另一个角度的摄像头，那个没坏，调出来一看，昨晚11点多，有个穿工装的人进了地库，在公示栏那边待了几分钟，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张纸，截图发群里，找到了，昨晚11点有人来撕的。这条消息发出去，直接被转到了外面。本地论坛有人发帖，开发商深夜派人撕整改公示，业主监控拍下全程，评论区炸了300多条，这是心虚了吧？白纸黑字的承诺书都敢赖，这种开发商以后谁敢买他们的房？赵国强这次没有再让人来找我谈条件。第2天，新的整改方案公示贴出来了，这次有日期，有盖章，有第3方检测机构的联系方式。老孙头站在公示栏前看了很久，建国这次是真的吗？先盯着，真不真看结果。又过了几天，开发商贴了新通知，车位销售即日起暂停，将征求业主对租售方式的意见，价格方案将另行研究。站在公告栏前，长长吐了口气，但没高兴太早，他们这是被逼得先退一步，不代表真服了。果然下午马燕就来找我了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陈哥，现在事情不也往好的方向走了吗？以后群里措辞能不能温和一点，别总把矛头对着物业。你委屈了，也不是委屈，就是大家以后还要相处，那你早干嘛去了？一点面子没给他。业主堵你办公室的时候你装死，地库出问题的时候你甩锅，现在见风向不对了，跑来让我温和。马燕，你要脸吗？他脸一阵青一阵白，我们也很难做，难做你辞职，别拿业主当软柿子给上头交差。他被噎得说不出话，灰溜溜走了。我站在走廊里看着他的背影，想起他第一次在办公室跟我说只是服务单位的时候，那副理直气壮的样子，现在这副样子倒是真实多了。又过了几天，街道那边真开始推进业委会前期程序了，赵国强那边也不敢像之前那么死卡，至少表面配合了。何主任看见我，语气都变了。陈先生，这次你们业主反应的比较集中，推动作用还是很大的。以前说我情绪化，现在说我推动作用大，没拆穿他，只回了一句早这么干，哪来这么多事？吴大爷那边超市赔了医药费，还拎着东西上门道歉。他儿子给我打电话，声音都哽住了。建国哥，多亏你，要不是你一直顶着，他们肯定就想糊弄过去。别谢我，要谢就谢你爸摔那一下，让大家都看明白了，疼落到自己身上，人才能醒。后来天气热起来，地库味明显淡了，新排风口的位置也改了，第3方检测机构来测过，达标了。车位那边也传出消息，说可能先拿一部分出来试租，价格也会往下压。业主群里总算不是天天骂娘了，但这事没真正结束。这种人，你一松他就敢再往前拱一步，所以照样盯。每次整改前后的照片都存着，按日期标好，谁说过什么也记着。哪天公示贴出来了，哪天又被撕了，哪天内容改了，都拍下来。老孙头说我像个记仇本，对我就是记仇。老百姓不记账就永远吃闷亏。有天晚上下楼扔垃圾，碰见赵国强，他大概是来社区开会的，西装外套搭在臂弯里，看见我居然主动点了下头。陈先生，最近整改还算顺利吧？我看着他没笑，顺不顺利不该由你来问，是我在盯着你们。他嘴角僵了僵，大家都是为了把问题解决，你少说这种话。当初你们把化粪池往楼下塞，把车位价格往高了抬，把业委会卡得死死的时候，可不是为了解决问题，你们是被逼了才坐下来谈。赵国强转身走了，站在原地，心里反倒平静了下来。骂没用，骂完就散了，可要是会抓证据，会咬住不放，会拉着大家一起狠狠干到底，他们在惊也得低头。他们以为给句道歉画个大饼，这事就翻篇了，做梦。我陈建国记仇也记账，